南京において大虐殺などというものは起こっておりません。全く事実無根であります。間違いです。私は無罪であります。私は無罪です。不在，这是发生在东京审判现场的真实一幕。28头甲级战犯为了掩盖侵华时犯下的滔天罪行，竟公然的在法庭上宣称自己无罪，甚至还恬不知耻的把侵华战争比喻成兄弟之间的小打小闹。而战犯们的辩护律师更为嚣张，扬言要跟11个国家组成的法官代表团死磕到底。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中国法官代表梅如敖主动请缨为国出战，是要用自己的毕生所学将这群瘪犊子送进地狱。谁知他刚千里迢迢赶到东京，就遭到了2头鬼子的挑衅。오늘 파치와 아메리카끼니 마카니다 고니니 칼레。眼瞅这俩小瘪犊即使喝醉了都不忘侮辱中国，梅如敖知道这场审判必定是困难重重。1946年4月26号，由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官代表正式会面。可当梅如敖从美国主法官的口中得知我国法官的位置被排在受战争影响最小的英国之后，他瞬间火冒三丈，愤然离席。因为按照受降书上的顺序，中国应该排在第2位。可如今这个座次无疑是对中国的轻蔑和侮辱。主法官见状，连忙追出去劝说，结果却换来梅如敖掷地有声的反驳 ：My homeland, China, has been invaded and plundered by Japanese for over 50 years. To the Chinese people, Chinese-Japanese war criminals is a heavy responsibility, a great responsibility. In this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China has suffered the most, for the longest and the hardest. The United Kingdom, on the other hand, have been retreating and surrendering time and time again. It is unthinkable that China's place in this trial should be relegated to a spot under the UK. 看着梅如敖绝不妥协的神情，主法官不得不延迟出庭时间，跟其他国家的法官进行了协商。就这样，在梅如敖的据理力争下，我国代表团最终赢得了其他国家的尊重，坐在了本就该属于我们的位置上。可随着28头日本甲级王八犊子陆续被带上法庭，他们却丝毫没有认错悔改的样子，反倒一个个有恃无恐，满脸嚣张。梅如敖见状，强压心中的怒火，用冰冷的眼神扫视这群毫无人性的瘪犊子。可谁知审判刚刚开始，一头战犯就突然朝日本首相的脑瓜脸上来了一炮吧。这一举动瞬间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而他就是918事变的组织者之一大川周明，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因精神疾病逃脱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至于日本的辩护律师，他们更不要脸了，直接质疑起东京审判的公正性。俗に言う勝てば官軍、負ければ賊軍という考え方から、勝って幹事としてアジアの平和や共同繁栄のために心血を注いできた各被告の生死を決定しようとしております。非常に遺憾に思うものであります。眼瞅着美国主法官被日本律师的无赖辩护气得敲锤休庭，中国法官代表梅如敖赶忙提醒他不要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因为参与东京审判的11名法官都是由战胜国委派，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主法官一听，意识到自己太过情绪化，于是再度返回法庭，严肃警告日本律师不要无理取闹。本以为这样接下来的庭审就会相当顺利，没曾想当总检察官提及日军炸死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时，日本律师却矢口否认。検察側はどのような証拠をもってして張作霖爆死事件が日本軍によるものだと立証するのでしょうか。海軍大臣が陸軍に関する証言をしたとして、それにどれほどの信憑性があるのでしょうか。Then who could give evidence that these events took place?もちろん陸軍の関係者によるものです。听到这儿，总检察官笑了，因为他等的就是这句话。只见他昂首挺胸，传唤已经等候多时的日本陆军中将出庭作证。被告席上，战犯们一瞅，顿时眉头紧锁。他们知道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都将暴露无遗。Mr. Tanaka, I want a direct answer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e Whangatun incident, the Shanghai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nd the July 7th incident, which all occurred on Chinese soil, were planned, instigated, and carried out by Japan? Please tell the court the names of the persons who planned, instigated, and carried out these acts of war. 证人略微迟疑了一下，随即鼓起勇气看向被告席，华尔伸出左手，现场指认。東條英機、上原健治、高垣清志郎。此话一出，法庭上一片哗然，就连日本律师都没想到，这个日军中将竟会指认得如此彻底。然而，就在他糟老头子抓耳挠腮，想着该如何替战犯辩护时，另一名证人的出现，不禁让他倒吸一口凉气。我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是日本人说了算。
Absolutely everything? 对，我只有一个权利， What's that? 那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所有决定的权利。这是1946年末代皇帝溥仪作为证人出席东京审判的真实证词。他痛斥日军逼迫自己充当傀儡，并在东北地区烧杀抢掠的恶劣行为。谁知日本辩护律师却恬不知耻，声称溥仪是自愿效忠日本天皇。全ての罪を日本人になすりつけようとしているあんた自身も犯罪人じゃないか。最後にはあなたも戦争犯罪人として中国の裁判所にかけられるんですよ。面对着糟老头的咄咄逼人，溥仪义愤填膺。10几年当中，我没有任何自由而言，简直就是猴戏。就这样，溥仪出庭了整整8天，顶住了日本律师团的各种威胁反击，创下了东京审判中历史最长的作证记录，从而证实了日本在华的侵略行为。可即便如此，日本民众依旧不愿相信自己的国家军队会做出这样禽兽不如的事情，甚至一度认为这是中国人在故意抹黑日本。直到南京大屠杀作为一个独立单元接受审理，他们才彻底认清了日军凶残的本性。然而在审理初期，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却对法庭的指控全盘否认。南京において大虐殺などというものは起こっておりません。全く事実無根であります。可实际上，他策划并实施了对南京及周边长达20多天的烧杀抢掠，屠杀了30余万中国人民。而那些长期生活在南京的外国医生、牧师、记者，自然都目睹了这一切。Nanjing became hell on earth. The Japanese army went into a killing frenzy, burning everything in sight. Endless looting and rape. 随后，外国记者在法庭上播放了自己拍下的影像，只见画面里到处都是断壁残垣，滚滚硝烟，日军所到之处皆无活口。无论是道路两旁还是河水池塘，全都堆满了被残害的同胞尸体。而里面年纪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3岁，其触目惊心的程度，让在场的所有媒体和法官都不忍心再看下去。这桩桩件件，无一不在揭露日军犯下的罪行。而接下来，这位证人提供的证词，更是刷新了在场的所有人对日军毫无人性的认知。他们有10几个人在中国姑娘，他们用刺刀逼着我们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他们逼着我们也去中国姑娘，不然就要杀了我们。之后呢？明星师傅怎么都不肯。他们怎么对付明星师傅？他们把明星师傅身上的那个男人的东西给割下来了。当时那些日本兵，他们又在干什么？笑，他们在那笑。听着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无耻行径，替战犯们辩护的日本律师开始狡辩，甚至污蔑这个小师傅是看到日军侵犯姑娘后自己起了色心。面对如此无耻的言论，小师傅顿时暴跳如雷。可即便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罪行已经板上钉钉，松井石根却依旧大言不惭。日本と中国の戦争はアジアという大きな家庭の中で起こった兄弟喧嘩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ります。日本がいささか強硬的な手段に出たのも避けられないことでありました。長い間耐え苦しみ、最終的には言うことを聞かない弟を追い出すようなこと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のです。听到如此搞笑的诡辩，远东国际法庭的总检察官实在忍不住了，当即请求法官给这群战犯们定罪。1947年9月16号，东京审判进入到战犯们的个人辩护阶段。可是发动侵华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土肥原贤二则一直采取一言不发的哑巴策略，试图利用只要不说话就没人能给自己定罪的漏洞逃避审判。而另一位甲级战犯坂横征四郎就更加狂妄，因为他不仅为自己写了48页辩护书，还口口声声宣扬自己是个和平使者。同情や友好の念から彼らを救ったことが我々の罪となるのでしょうか。可无论他怎么狡辩，中国法官代表梅汝敖都必须让他为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血债血偿。于是，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中国检察团严谨且有力地回击着坂横征四郎的各种辩护，甚至还费尽心思从一头嗝屁的日军陆将家里找到了一本手记。而当土肥原贤二和坂横征四郎得知这里面详细记录了自己下达的每一道侵华指令后，顿时不再嚣张，乖乖接受定罪。接下来就只剩下侵华战争的最大头目，同时也是日本第40任首相东条英机。他不仅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扰得37个国家不得安宁，还一手策划了77事变、918事变等侵华战争。然而面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东条英机却嚣张至极。他先是矢口否认了日军的种种侵略行为，接着又偷换概念，将战争定性为正当防卫。如此恬不知耻、不要脸的言论，让所有在场人都愤恨不已。而当总检察官质问他为什么要对中国发动侵华战争时，东条英机竟直接将罪责甩给了我们。中国の日本に対している反感はもっと以前からありました。しかし中国の統帥者は民間人を指揮して日本を攻撃し日本を侮辱したのです。そのことが虐殺を招いたのであります。そのことが中国の統帥者の罪です。
我々には関係ありません。此话一出，审判现场一片哗然。总检察官不想再他妈跟他废话，立即拿出了证据。That between July 1937 and June 1941, the Japanese army killed 2,015,000 Chinese people. That it might rouse the fu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面对着触目惊心的数字，东条英机依旧不可认罪，甚至认为这是日本走向強大的必經之路。開戦のほか仕方がなかったのです。Do you think that initiating hostilities is morally and legally acceptable? 間違ったことはしておりません。過去、現在、未来、正しいことをしたと思っております。So if you and your colleagues, you would launch more invasions and start more wars? そうです。很显然，这个独特的无耻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地步，而这也直接证明日军对中国发动的所有侵略都是预谋有规划的。因此，法官们集体认定日军所有的罪行全部成立。等11国的法官商讨完量刑之后，再进行最终宣判。谁知量刑讨论会刚刚开始，法官们就在是否对这些战犯处以应该的死刑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而令中国法官梅汝敖更加气愤的是，不赞成死刑的法官居然还占多数，他实在无法理解这群西方人为什么会对几头杀人不眨眼的恶魔心生怜悯。于是，为了让战犯们得到应有的惩罚，梅汝敖力排众议，坚定地站到了大多数的法官的对立面。只见他端起一杯水，当着其他10国的法官面将其当场摔碎。Forgive my rudeness. Civilization is a product of man. There can't be civilization when there's no human being. 没错，杯子代表人类，里面的水代表了文明。如果连杯子都碎了，那水自然就他妈不重要了。而梅汝敖就想通过这个比喻，让那些不支持对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战犯处以死刑的法官们知道，把文明和人权用在这些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身上是多么的可笑。往后边他又回归到审判本身，细数日军犯下的种种罪行。Its soldier rob, rape, torture, slaughter millions of Chinese, Filipinos, Englishmen, Americans, and the people of many other nationalities. Isn't it enough to justify the death sentence? If the law could not punish Japan and the criminals in this severe way, who could guarantee that Japan will not start another war? Who could guarantee that Japan will not invade another country?带着梅汝敖直击灵魂的3连问，11国法官就是否对战犯处以死刑进行了最终投票。而随着主法官开始唱票，并且票数达到5比50，梅汝敖的脸上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紧张。This is the last ballot. This last ballot will decide everything. Yes.就这样，历时2年半的甲级战犯审理终于迎来了最终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坂横征四郎等14名甲级战犯被判处死刑，其余的战犯则被分别处以无期徒刑和7到12年的有期徒刑。最后，法庭又针对5423头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展开审判，而被处以死刑的却只有941人。至此，审判时间最长、涉及范围最广、受理人数最多、案件最为复杂的东京审判落下帷幕。资料显示，东京审判一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高达48412页，一共419位人证，779份物证，就连判决书长达1213页。令人没想到的是，日本竟在1978年10月将这些被处死的恶魔以殉难者的名义送入靖国神册进行供奉，而这无疑是日本在替军国主义招魂。因此，我们必须将先烈所受过的苦难和屈辱铭记于心，勿忘国耻，吾辈自强。